就是因为爱，以及怀有一颗就是对我太太的一种感恩的一种心吧。我就用这一生的时间拍我们的生活，当做一个礼物吧，我觉得送给她。大家好，我是张敏杰，我和大家一样，也喜欢打卡拍照。请做这个项目呢，是从2010年2月28号，等于就是我和我的太太周玉梅嘛，我们俩因为相爱，然后走到了一起，然后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定了一个长期的计划，用相机记录下每一天的一日三餐和餐前合影，然后项目取名就叫请做嘛。那么截止目前呢，已经有将近16年，5400多天，34000多张的一日三餐和餐前合影的照片，被我们一一的记录在案。其实最早的时候是被他给我做的饭所打动的，就是因为当时在北漂嘛，就是遇到周玉梅之后，让我找到了一种久违的一种家的温暖。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第一顿给我做的是那个用四川的香肠做的八宝饭，我们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小珠宝的一个电饭煲，然后他给我做的那个香肠饭，哎呀，我当时看到那份饭的时候好感动，就是我觉得特别的幸福，就遇到他，然后我就从那一刻开始就拍这个他给我做的每一顿的饭，其实就是跟每个谈恋爱的青年是一样的，他就是想表达就是这份美好和幸福吧。那平遥仔其实是很偶然的，大仔的艺术总监说你们到平遥来做个展览吧，那就自然而然的就促成了这样一个展览。那么这个展览展场的一个空间只有10多平方，就有点像我们在北京的一个蜗居的一个现场。在现场收获了很多感动，就是很多人进来就莫名的哭了啊，包括一些中年人看了之后，他们就莫名在哭。他说他们也曾经拥有过，但现在把它搞丢了。那么年轻人没有谈过恋爱的，他们说他们也想拥有这样的一种感情。所以我们发现哦，原来拍生活的一些只是我们有点像私摄影的这种东西，它也有感染力，就是它能引起别人的一种情感的一种共鸣。在遇到周玉梅以前我的创作是更多是关注社会题材的，比如像短语为生啊，拍了一些纪录片，没有关注过自己的家庭的东西。我那时候就突然感觉醒悟，觉得我为什么不拍我自己的生活呢？就艺术创作题材就在我的身边，就在我的生活当中，它感动了我，那么我就想去表达。也会有一些矛盾啊、争吵啊，但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拿起相机就把它记录下来啊。那它也是构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嘛。我们有一次就是家里的茶几啊、地上被我们就弄得一片狼藉的一个现场，但是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说好，我们先把照拍了。就是很默契的，当然是大家都不开心，但就是这个我们的一个状态就是这种真实的，就把它记录下来。就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越往后面拍到现在就改出很多，因为我们没有摆拍，我们也不会说今天摆盘啊什么的，我们因为要拍照，我们去把它弄得，比如说不一样一点。我有时候都是就穿什么就出来就拍了，或者有时候没洗脸啊、没刷牙啊。穿个睡衣啊，或有时候天气热根本就没穿。我觉得它就是一种我们日常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状态，它是什么样的，就什么样的去呈现它。这也是我们最初就商量好的，就是我们不要去做任何的，就是去装饰，我们就客观、真实的呈现我们的每一个当下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是有表演的，或者为了他，你比如说
去修饰自己的形象啊，去做饭的时候你影响到自己的生活了，那么我觉得他是很累的。那我们就在表演啊，那我觉得这种的话就离我们的初衷就会很背离。从最早的蜗居北漂，到后面没有房子我们租房子，到后面买了房，来裸婚，生了孩子。那么经过这16年，其实虽然感觉不长，但你看着有2双筷子变成3双，然后又加上我们各自的原生家庭认识的朋友，整个的信息全部都在这个请坐的这个1日3餐和餐前合影里面呈现出来，你就感觉哇，我们这一生每天很日常很普通的，其实背后蕴含了非常丰富的很具体的那些信息。那么虽然最早是因为爱情的一个出发点，但最后我们看到的是我们个体作为整个社会最小的这样一个单元，它其实是我们是离不开整个大的环境和时代的。那所有的这些信息都会在餐食和我们的居住空间、穿着、神态等等，它承载了很多这方面方方面面的一些信息在里面。尤其是随着时间不断的叠加，它有一张张这种碎片的单个的东西，就像一个水滴汇集的成为一个大海的时候，它带给我的就会去思考，就是我们人活着的一个意义。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活？我们世世代代，大家不管是中华文化5000年，每个人都要吃1日3餐。那么回到请坐这个16年，我想表达的一点就是，我从内心还是怀着一种很感恩的心。当时有这样一个发心，就是我们愿意用一生的时间去完成一部史诗般的爱情史，他就不断会提醒我，就回到初衷，去珍惜就是你对待生活的这样一个心态。因为也会有焦虑嘛，那这个时候就去翻一翻，看一看我们走过的路，我们是一步步从什么时候走到今天的，是怎么过来的，想想我们的初衷，你就慢慢会觉得哦，生活其实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幸福是最重要的。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的，会不断的让我自己去看看，就是不要着急，做好专注当下的事情，慢慢就是只要你的方向是好的，那么未来你不知道啊，未来是什么样，做好当下，未来也不会太差吧。我想不要为未来的一些不确定的东西去提前去焦虑，因为很多时候其实人的不开心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但恰恰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做好当下的事情，你该做的，你需要做的，回到最基本的1日3餐，按时好好吃饭，然后把自己的心情平复好，那么慢慢的，其实你散发的一种东西它会有感染力的。我有时候我喜欢在家里比较做个卫生啊，洗个菜啊，切菜啊，我很喜欢这些日常的事情。我喜欢听到洗菜的时候水的声音，包括阳光洒到比如说你的水盆啊，你家里的一个角落呀，有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阳光下面灰尘那种颗粒的东西，哎，我觉得很幸福，就是你感觉瞬间回到了童年，就是那个时候就像木星的诗一样的，一切都很慢，然后每天也没有那么多的烦恼，你就跟家人，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吃了饭了，到外面乘个凉，对吧，吃个西瓜，在月光下面好美啊，我觉得。